阿玛利亚生活在黑海边的一座小镇上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她失踪了。失踪的位置离家只有70米远。朋友说，阿玛利亚失踪前早就预感到了危险即将来临。而那一年，诡异的事情不仅仅这一件，镇上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的失踪。这里就像一个危险的黑洞，笼罩在这个小镇的上空。今天为你带来阿玛利亚的失踪之谜。这个小镇叫图阿普塞，位于俄罗斯的南方，它是黑海岸边的一座港口城市。在中世纪奴隶贸易最活跃的时候，它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定居点。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奴隶通过这个港口被贩卖到东欧各地的庄园里。而随着奴隶贸易的消失，图阿普塞也随之安静下来，成了一个只有6万人口的小城。阿玛利亚·克拉贝尔尼科娃从小就生活在这里，她有一头棕色的长发，性格温和，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。2010年10月8日是一个安静的夜晚，阿玛利亚在父母的陪伴下一起吃了晚餐，然后她准备开车出去散心。阿玛利亚的母亲叫艾丽娜，她不希望女儿出门，因为她猜测女儿是去见自己的前男友瓦西里。瓦西里是一位拳击手，他不但比阿玛利亚年长10岁，而且还曾有过犯罪记录。所以在父母的建议下，阿玛利亚停止了与前男友联系。不过瓦西里并没有在她的生活里消失，而是偷偷的在跟踪她。就在最近，阿玛利亚表现得很奇怪，她害怕一个人独处，如果是在车上，她第一时间会把所有的车门锁死。她向朋友说，她预感到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不过阿玛利亚已经21岁了，她的妈妈不能把她一直关在家里，在女儿的坚持下，只好放她出去散心。于是阿玛利亚驾驶着一辆本田 CR-V 出门了。艾丽娜的心情本来很紧张，但是很快她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。她说自己已经见完了朋友，正沿着阿马维尔街行驶，已经到了离家70米的路口，过一会儿就回家。艾丽娜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她一边操持家务，一边等待女儿。可是直到午夜，女儿也没有走进家门。艾丽娜回拨了女儿的手机，已经打不通了。艾丽娜感觉到女儿有危险，立刻与丈夫一起寻找女儿。阿马维尔街正通往艾丽娜的家，很多亲戚和朋友都住在这条街上。然而当晚并没有人看到阿玛利亚的车，人们开始动员起来寻找失踪的阿玛利亚。就在当晚，城市的另一侧找到了阿玛利亚的本田 CR-V， 汽车的挡风玻璃被砸碎，护照、现金和女孩的手机都在车上，而阿玛利亚本人却不见了。调查人员很快赶到现场，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挣扎的痕迹。法医专家只是在车窗上发现了一个橡胶手套的印记，这很可能代表着阿玛利亚遭遇的失踪事件是有预谋的行动。调查结束后，阿玛利亚的父亲将车开回车库，他在车里发现了一个红色的指甲，这是阿玛利亚留下的，所以车上应该发生过肢体冲突，但是被掩盖了。联想到女儿最近神经兮兮的表现，父母相信她一定受到了威胁，而威胁她的人就是瓦西里。这种猜测不是没有原因。在分手后，瓦西里经常纠缠阿玛利亚，父亲为了保护女儿与他发生了冲突，最后这名拳击手将父亲的腿打瘸了。在阿玛利亚失踪的第8天，调查员在城市的郊外找到了她的衣物，上边沾着女孩的血迹。警方确认阿玛利亚遭遇了危险，可能是被绑架了。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就是她的前男友瓦西里。虽然抓捕了瓦西里，进行了调查和审讯，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指明瓦西里就是凶手，所以无法起诉他，最后只能释放。那么瓦西里是唯一的嫌疑人吗？其实阿玛利亚失踪的真相并不是只有一个版本。在2010年的下半年，这座小镇上几乎每个月都有女孩神秘的失踪，而且都是长发，还很年轻。图阿普塞的城外有许多风景优美的度假村，他们沿着黑海的海岸线有自己的港口和酒店。梅斯基村就是这样一个度假的好地方。24岁的阿尔加希尔比纳正住在这里。在2010年的6月9日，他离开了家，前往60公里以外的卡卢斯卡亚村探亲。这条路线他并不陌生，甚至每个月都要往返一次。
而这一次他没有抵达目的地，在路上的森林里消失了。这是2010年第一个失踪的女孩。第二个失踪的女孩叫索菲亚·伊万纽克，是一名中学生。在新学期的开始，她参加了学校的兴趣班，在放学以后，她会去郊外的另一个校区上课，所以不会直接回家。2010年9月23日，索菲亚放学以后去了分校区，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她。几个月以后，人们在城外的山区里一个悬崖的下面找到了索菲亚，她从91米高的悬崖上掉了下来，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在山的入口处找到了一份监控视频，发现了索菲亚出事前身边站着一个陌生人。这个人的面部很模糊，没人能认出他是谁。后来两个人一起上了山顶，但是没有人发现索菲亚是被胁迫的。那么一个女学生为什么要跟着一个陌生人上山顶呢？然而大概1个星期以后，奇怪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。另一个女孩也跟着陌生人上了山顶，她叫艾琳娜·吉尔金采娃，是本地水文气象学院的1年级学生。在10月2日的夜晚，监控录像显示她提着笔记本电脑前往公交车站，因为这天是星期六，她准备去海滩附近度周末。之后她就失踪了。到了第2年1月14日，人们也是在城外的悬崖下找到了她。就在发现索菲亚不远的地方找到了艾琳娜，她从一个51米高的悬崖上坠落。到此为止，有4个女孩在图阿普塞地区失踪。对于一个只有6万人的小城来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罪行。因为失踪的女孩都留着长发，所以很多家长把女儿的头发剪短了。小镇的居民们开始纷纷议论，其中有人说是一个修理笔记本的老人将女孩们带走了。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，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言。真的有人见过这个老人。在黑海岸边的一个小咖啡馆里，老板向调查员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就在当年的春天，海岸边来了一个奇怪的陌生人，他年纪大概有50几岁，从不与其他人接触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。每次离开的时候就是向海边走，仿佛他住在海里一样。有一次他接近了2个女孩寻求帮助，他说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坏了，想让2个女孩帮他修理。其中年纪小的女孩感觉到了危险，她跑进了咖啡馆，在人多的地方躲了起来。另一个稍大点的女孩被这个老人纠缠，不能离开，直到她的男朋友赶来，与老人打了一架，这才摆脱了她的骚扰。除此之外，在10月2日这天，有人看到了这位老人接近了当天失踪的艾琳娜，与她聊了起来。当晚艾琳娜就失踪了，但是人们只是怀疑，却没有任何证据，也没有这个老人的任何信息，所以就是一个咖啡馆里的都市传说。当然，本地的调查人员没有放过这条线索，他们寻找过这个老人，但是一直没什么结果。不过在一个偶然的事件里，这位老人竟然被警察找到了。2010年10月份，图阿普塞这座城市突然变得空荡荡的，因为游客都离开了。黑海的旅游旺季在每年的6到9月，进入10月份开始，气温下降，海水也越来越凉，所以这座城市回归了往日的平静，街上陌生的面孔几乎没有了。而警方在巡逻的时候，却看到了一位老人，他并不是本地的居民，而且他的神情紧张，试图躲避巡逻车，这让警方联想起了最近的几起失踪案，于是决定对他进行询问。在搜身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身上竟然藏有违禁药物和非法枪支，于是这个人被带回了警局。经过调查发现，他叫帕维尔·巴扎诺夫，是一名通缉犯。他当时只有52岁，却有24年在监狱中度过。他多次因为性侵罪被判刑。2010年春天，他刚刚被释放，就在俄罗斯的特维尔地区侵犯了2名女性。之后他被列入了联邦通缉名单，不过他还是设法避开警察，逃出了特维尔地区，来到了图阿普塞。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，他的生活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野人，每天都与荒野求生一模一样。他在图阿普塞的第1天就藏到了谢基列夫悬崖上，他在森林里采摘浆果，在河流里捕鱼，在岩石上搭帐篷。
就这样居然住了下来。他捕的鱼不但足够自己吃，甚至还能用来交易。他把鱼出售给前来度假的游客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资。虽然有了充足的食物，他却没有停下来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像野人一样生活。如果他能停止犯罪，他就不需要躲在悬崖上。可惜人生没有如果。他遇到了刚刚放学的索菲亚·伊万纽克。对这个单纯的女孩，他撒了一个谎。他说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坏了，想让他帮忙修理电脑。于是索菲亚跟他上了山顶。行凶之后，他将索菲亚从悬崖上推了下来。后来他又遇到了艾琳娜·吉尔金采娃，他以同样的借口诱骗她上山。他想让艾琳娜在山上过夜，被拒绝后，他怕事情败露，将艾琳娜也推下了悬崖。原本他躲在山里，没人知道他在哪儿，甚至不相信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。但是随着游客的离开，他需要从悬崖上下来寻找物资。在前几次下山的时候，他抢劫了几名女性，侥幸没有被抓到，而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那么一共有4个女孩失踪，另外2个女孩是否与他有关呢？帕尔维不但不承认另外2个女孩的失踪与他有关，甚至已经确认的2起案件他也拒绝承认。他说女孩是自己失足跌落悬崖的。随后警方展开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取证。在2012年7月31日，陪审团一致裁定帕尔维在图阿普塞谋杀索菲亚·伊万纽克和艾琳娜·吉尔金采娃的罪名成立，被判处了25年监禁。但是对帕尔维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束，分别在2020年和2024年又发现了多起与他有关的凶案。不过这些案件中依然没有阿玛利亚·克拉贝尔尼科娃与奥尔加·希尔比纳的消息。这既是好事又是坏事。往好了说，他们可能还活着，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；往坏了说，他们的生死不明，不知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尤其是阿玛利亚的妈妈曾经接到过一个可怕的电话。有一天，她手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人的号码，电话另一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她低声地说：妈妈，妈妈，是我。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但是却深深地刺痛了艾琳娜的心。到了第2年，2011年的5月份，在俄罗斯索契的火车站里，有人看到了一个女孩，长得很像阿玛利亚。紧接着在7月份，克拉斯诺达尔的火车站又有人见到了一个类似的女孩。2个女孩的目击者描述都很统一，这个女孩行为奇怪，眼神迷茫。询问她是不是阿玛利亚，她既不回答又不躲避，就像一个精神异常的人，无法确认她是谁。艾琳娜猜测自己的女儿可能是被威胁了，所以她为了避免家人被伤害，只能保持沉默，或者她的记忆力衰退也是有可能的。可是这个类似的女孩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到今天为止，阿玛利亚与另一个女孩奥尔加已经失踪了15年，他们的下落一直是个谜。感谢你听我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